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叉腰拥抱工作人员合影，穿着剧中造型，照片磨皮变身网红。艺人赵丽颖堪称85朵花中的疯狂三娘，一边有热播节目要传达，另一边正赶着拍另一部剧。不管她是否出现，她的声望都不会降低。时至今日，一张合影在网络上火了，主角就是赵丽颖一行人。在这张合影中，赵丽颖虽然谦虚，但姿态却十分霸道，尽显大咖的气质。她咧嘴一笑，瞟了一眼镜头，一手捧着合影中的工作人员，一手叉腰，满眼都是女霸道混蛋的感觉。尽管有这张合影，但两人同样有着不同的姿势。考虑到一切，两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是非常熟悉的。另外两张合影中，赵丽颖一改造型，搭在对方肩上做小配偶，亲手抱住对方小腹，再加上明显的快感，整体状态又回到了巅峰秒。最后一张合影中，赵丽颖对着镜头笑得很开心，一手握着对方的衬衫，做出关心的手势。工作人员明白，这是因为赵丽颖担心对方的衣服过于肥大，不会露出小肚腩，所以故意给对方塑形。恰巧赵丽颖担心对方会在合影中体验，这其实是非常需要的复习。由于在媒体中，经常有压力过大的艺人被剧集的照片压倒，并故意展示他们的行为方式或攻击对方。看得出来，赵丽颖肯定是个货真价实的人。根据合影的情况，鉴于赵丽颖一直穿着剧中的造型，估计两人是在录制过程中完成的。身穿蓝白色连衣裙，基本的老款发型，虽然整体看起来有些素雅，但这种色调更适合肤色，配上剧中她的淡妆，很有小仙女气质。还有，从头型到穿衣风格，赵丽颖在剧中的状态，一定程度上肯定和刘亦菲的小翼蛇小姐一样。三张合影虽然好看，但也有网友提出，照片磨皮过度，导致赵丽颖的脸除了面部高光外，基本是白球，看不出皮肤的细微之处。尽管她看起来很棒，但她需要真实性。尤其是对于艺人来说，只要真正的外表就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外观，无论如何与周围的知名网络大牌面孔有什么区别？事实上，赵丽颖最近要传达的节目剧照中，她更能保持自己独特的生物状态，如丰满的脸颊、略显宽阔的下颌骨、早衰迹象的法令纹。这些看似不完美的女明星长相，可以成为女明星塑造角色的附魔武器，更符合剧情和剧中人物的要求。尽管如此，这个五线谱部分可能故意修正和修饰图片，以显示符号的最佳状态。不管怎样，从球队传来的部分背景照片来看，赵丽颖的状态肯定要好上一吨。到现在还不是有非时期的困倦。的确，即使是她和林更新最近的剧照，也都装满了老人体模型和小精灵伙伴。奇妙！相信这部剧不会只是一个骗局，而是可以贡献出精彩的情节和模范人物。期待两人再次合作，将《楚乔传》的评价做到极致。02袁冰妍的形象让我领悟到，这种鼻子只有在镜头里才可爱，但真的很矛盾。袁冰妍从她的介绍到现在的感悟，本质上是一本让流浪女士变可爱的读物。从一开始就被无数路人和网友诟病的奇葩，到如今可爱尊贵的模样，在这背后，袁冰妍掌握了多少专业的化妆品和造型知识与能力，又是如何大量的汗水地付出了努力。然而，有时候我需要呻吟，有一些事情通常是注定的，无论我以后多么热心的尝试，都绝对不可能完全改变和处理它们，就像袁冰妍的鼻子一样。在拍摄的现场照片中，她鼓励了叛逆的个人。一个标准的奇迹的鼻子应该是挺拔的，鼻子小而脆弱，整个鼻子的线条一尘不染、简洁。袁冰妍基本满足了这些基本情况，只是因为有点受忌，让那些祝福显得有些微弱，就是袁冰妍的鼻孔实在是太大了。一般来说，女性的鼻孔几乎没有肉欲，
这可能会让他显得可爱迷人。与完全瘦的鼻孔相比，感性的鼻孔更加敏感，显得更年轻。年龄折扣影响最大的传统和卓越的顾问实力是刘亦菲的鼻孔。虽然鼻孔顶部同样是肉质的，但它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美感。相比刘亦菲的成功，袁冰妍显得有些无奈。鼻孔处的肉太多，比起迷人的感觉，更让人觉得累赘。虽然乍一看，现在对整个面部能力可能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，但是它出现的越多，我就越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。袁冰妍的全脸能力是敏感而紧凑的类型，而这个鼻孔让全脸能力的周围显得有些笨重，而且没有办法成为真正令人惊叹的巨大美女。不过，如果是和袁冰妍一样鼻塞的女人，她现在也不想害怕太多了。只要她发现通过化妆来增强她的面部能力和问题的方法，她仍然会像其他美女一样可爱。需要担心鼻孔左右拖累整个妆容和造型。肉鼻子的女士在化妆时，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轮廓，因为与正常的鼻孔轮廓相比，肉鼻孔的鼻孔需要更有效的修饰效果，所以相比于常见的鼻孔修容粉，特别推荐给肉鼻的女士挑选修容液。修剪鼻孔时，在鼻孔尖端画一个 U 型，以减少可见的鼻孔尖端，削弱整个鼻孔的存在感。既然你需要轮廓，你必须明显的想要变亮。鼻子肉肉的妹子们，别忘了现在鼻子亮的时候，不要再涂珠光或者粉粉了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再简单的张开鼻孔了，但是也可以做完整的妆容了。会变得肮脏。准确的偏好应该是哑光提亮液，它可以巧妙地改变鼻孔，而不会使妆容看起来很脏。除了增强鼻孔本身外，还可以通过强调不同的面部能力来额外削弱鼻孔的存在，以期削弱鼻孔的缺点。在这个妆容中，最重要的元素是先把自己的颜值加持清楚，然后用能量来强调自己的颜值，以期将人的兴趣转移到鼻孔上。额外的不寻常的地方偏好是强调眉毛和眼睛。化妆品。当初凭借琉璃红遍网络的袁冰妍，如今晒出一张照片，也让不少网友明白，这种鼻孔在数码相机上简直是萌翻天，但在现实中却大相径庭。真相，但在平等的范围内，世界上没有理想的个体。如果你的鼻孔像袁冰妍一样多肉，不妨按照以上建议，让你的鼻孔外观变得格外敏感。03. 底线退圈的2个动机：靳东的血统，程毅的帅气。今年的夏季旅游绝对是热闹非凡。首先，鹅厂的星韩锦绣赢得了大范围的 CP 爱好者，而这类 CP 爱好者已经从节目的内部延伸到了节目的室外，也有少数网友指的是2到2配对，足以看这个节目的认可。在锦绣之星大获成功后，爱奇艺又推出了一款没有顶级加持的小苍兰诀。小苍兰诀不再像爱奇艺期待的那样停留，冲破爱奇艺平台1亿，弹幕整体范围超20万，豆瓣评分超7.8分，实实在在的爆炸，认可度和好感度都过分了，让这部剧迅速出圈。看对立结构的爆剧，优酷推出了陈翔，由杨紫和程毅主演。这部剧一出，就凭借虐心的剧情和扎实的演技，在目标市场收获了一波热泪，也是一个成功的结局。随着暑期档的退出，司法部的底线在爱奇艺和芒果 TV Studio 播出首映当天，所有结构的主要区域都占据了主要区域，这足以揭示该节目的影响力。圈子的剧怎么能这么快退出？主要演员原汁原味上台，不使用配音。底线由靳东、程毅、蔡文静、吴刚等共同演绎，讲述了老、中、年轻的司法从业者在面对司法案件时，如何漂亮而严格地判断事实的故事。而方圆通过靳东表演，周以安通过程毅表演，为剧集带来了亮点。首先，有应变的麻烦。剧中的2个人都没有使用配音，而是使用了他们自己的声音，这个是最方便的。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奖励和奖励的领域。
纵观最新的电视剧，现在不用配音的演员已经不多了。配音的套路是目前大部分电视剧都在处理的难题。在底线中，我们会听靳东的原汁原味，声音清晰，现在不再吞咽，没有歧义的麻烦。即使你不研究字幕，你也可以听他说的话，那就是表现，可以证明靳东的品系过关了。程毅的真实声音值得奖励。以往程毅本真的声音变成了不断的抱怨自己失去了怒火，原汁原味的声音变得格外漂浮，旋律的声音变得极小，词组也变得模糊。但在这部剧中，程毅配上湖南视频的配乐，可以简单中和这个职业增加的距离感，包括一丝亲切感，而且前线问题也得到了改善。另外可以看出程毅是一直在学习。情节紧凑，主要完全根据实际情况。底线是一部法国名剧，能量奇葩。单元剧的形式在这个主题上非常罕见，节奏和叙事时尚快速输入话题。可以说，许多因素和真理修复了整个试验方法中遇到的遭遇。麻烦。剧情一开始，根据实际案例侮辱母亲的案例量身定制的案例作为访问因素被使用，并进入了主要话题。侮辱母亲案的动机和方法已经在数码相机内部得到了一些证实，数码相机一下子就被拖到了真相广为人知的现场。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情节很紧凑。然后图像就到了直播间，整个直播过程中，女方突然死亡，但突然死亡的女方现在已经无法获得公司的报销，女方的妈妈将女方的照片带上法庭寻求公道。这只是第1集的前10分钟，仅在几分钟内就讲述了真实发生的事例。从这个初级情节中，我们会看到事实的数量可能非常大，节奏很快，实际案例变得非常紧张。目前，该剧已在芒果和爱奇艺单程播出6集。对于喜欢观剧的目标人群，可以沉浸在剧中。那么，追逐戏剧的目标市场，你认为你从他们的音乐和真实的声音中研究了什么？那么，未来真的值得追求吗？